亲爱的有缘人，当你观看这个视频时，意味着你已经得到了上天的庇护。从现在这一刻起，你和你的家人即将摆脱困境，所有的不幸即将离你而去。从今往后，你将步入一段吉祥的时期，家中的病患将会康复，身边的小人将会消失，财神爷将会敲响你的门。快来点赞，迎接财神，让师父感受到你的诚意，这样你的财运和健康将会得到更加坚实的保障。有福之人，不妨留下一句远离心机人愿，愿你财路畅通无阻，日进斗金，吉祥如意，让所有的坏事和霉运都与你无缘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在现代社会中，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，每一场职场的较量，每一段友谊的建立，背后都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和利益交换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似简单，但实际上，社会交往的规则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。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让人捉摸不透的人，他们外表和善，待人亲切，仿佛是最值得信任的朋友。但有时，正是这些表面无害的人，却往往在我们最不经意的时刻，巧妙地布局自己的目的，甚至利用我们的信任来谋取个人利益。这些人之所以能在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，是因为他们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，通过精心设计的策略来影响和操控周围的局势。表面上，他们似乎无所图，只是关心别人，帮助别人，然而在深层次的互动中，往往隐藏着另一种复杂的动机。他们擅长通过言辞和行为引导他人的判断，巧妙地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。在这些人面前，我们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觉，认为他们是真心待我们好，但实际上，他们可能早已通过各种手段，在悄无声息中达成了自己的目标。然而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并非总是如此复杂和心机重重。还有一些人秉持着真诚与善良，待人真心，不求回报。与这些人交往时，我们不需要太多的防备，因为他们的行为和言辞都没有隐藏的动机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对所有人都毫无防备，因为现实中，很多人会把自己的利益和目的隐藏得极为深刻。与这些具有心机的人交往时，如果我们没有察觉到他们的真正意图，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他们的猎物。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识别心机人物？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？成为了每个人在社交中必须面对的问题。我们不仅要学会辨识那些表面和善、内心算计的人，更要保持警觉，时刻避免自己被卷入他们精心编织的网中。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这些复杂的社交关系，了解一些具有明显心机特质的生肖，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。本文将深入分析4个具有显著心机特征的生肖，帮助大家在交际和职场中更加清醒地识别、应对这些心机高手，从而避免在无形中受伤害。
心机人物的最大特点在于，他们善于通过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，将外在的友好与关怀作为一种手段，巧妙地引导他人走向他们所预设的目标。这些人往往非常擅长展现自己最吸引人的一面，无论是在言谈举止上，还是在行为举止中，他们总是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好印象。表面上，他们似乎总是愿意倾听别人，关心他人，甚至帮助他人。然而，正是这些看似无私的举动，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目的。心机人物的社交技巧非常高明，他们知道如何在各种场合中展现自己的魅力，如何与不同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，使得自己在人际交往中如鱼得水。他们能够很快读懂别人，准确把握他人的需求和弱点，进而利用这些信息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。通常，他们的言辞温和，态度友善，容易赢得他人的好感和信任。但实际上，他们的心思远不止于此。心机人物往往不会轻易表现出自己的真实情感，而是把所有的情感和关注都当作一种工具，以帮助他们达成某种潜在的目的。与心机人物交往时，表面上的轻松与愉快往往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，认为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或合作关系。然而，这种关系的背后却可能潜藏着某种程度的操控与算计。心机人物往往不会直接向你提出要求，而是通过微妙的言语和行为影响你，让你主动去做他们希望你做的事情。他们通过制造某种情感上的依赖，让你逐渐投入其中，而你却常常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无形中被拉入了他们设下的局中。此外，心机人物非常擅长分辨他人的需求，并善于借助这一点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。无论是在职场还是社交场合，他们总是能够以帮助的名义出现，看似无私地为他人提供支持与建议。实际上，这些行为常常有着深远的计划和目的。通过不断的赠予和照顾，他们逐渐在你心中建立起一个值得信赖的形象，从而为下一步的要求或操作铺平道路。正是这种隐秘的行为模式，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显得既亲切又难以捉摸。最令人警觉的是，这些心机人物并不一定会显露出明显的敌意或攻击性，他们并不会表现出直接的威胁。相反，他们通常会在你最放松警惕的时候，悄悄达成他们的目标。由于他们非常注重表面上的和谐与亲近，因此你可能会感觉到与他们相处非常愉快，甚至在不经意间对他们产生依赖感。这样的交往往往是潜移默化的，直到你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被他们利用了。心机人物的最大危险之处在于他们的无害和亲和力。他们的外在表现通常是与善意挂钩的，而这种善意往往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，用以赢得信任和支持。在与心机人物交往时，很难一眼看透他们的真正目的，因为他们的言行举止往往符合常规的社交礼仪，不容易引起怀疑。而这种隐秘的、
潜在的操控行为，正是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得以高效操作的关键。古人常说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句至理名言提醒我们，在面对复杂的社会交往时，既要保持真诚与善良，也要时刻保持警觉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互相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，但信任并非盲目，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表面上的友好而忽视其背后可能隐藏的算计。每一个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系都存在着潜在的利益交换，而一些人通过巧妙的心机和算计，正是利用了这一点。这句警言的核心在于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它警示我们，社会中并非每个人都与我们有着完全相同的目标和利益，许多人在与我们交往时可能会有着不同的动机和目的。虽然他们表面上可能表现得和气、友好，甚至让人觉得他们是值得信赖的人，但如果我们不保持警觉，就很容易被他们的表象所迷惑。当我们过于轻信他人的时候，很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他们精心布置的局中，最终损失的往往是自己。而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尤为重要。在竞争激烈的职场、复杂多变的社交场合中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很多人的言辞和行为并非出于单纯的善意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策略。古人的这句警示强调的是一种自我保护意识，提醒我们要对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警觉心。对他人的善意，我们可以感激和回应，但不应盲目相信，要时刻保持独立的判断力，审视别人行为背后的动机，防止自己在无形中被他人牵着走。事实上，这种警觉性并非意味着我们要变得怀疑一切，与世隔绝，而是要学会在建立关系时保持一种理性和清醒的态度。我们可以与他人真诚交流，但在涉及到利益和承诺时，最好保持一份冷静的理智，时刻反思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和可能的风险。唯有如此，才能避免在他人的心机面前受制于人，最终在社会的复杂交往中保持独立和自由。古人也提到，察言观色，见机行事，这与防人之心不可无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强调的是在人际交往中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灵活的应变能力。我们需要通过细致的观察，判断对方的真实意图，以及如何在交往中保护自己的利益。若我们能在日常交往中培养出这种敏锐的感知能力，就能在面对那些心机深沉的人时，提前识别出其中的风险，避免被动地卷入他们的圈套。古人的警示并非鼓励我们与所有人保持距离，而是要我们在与他人交往时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，要懂得分辨真诚与虚伪，识别心机与无害，从而在复杂的人际网络中，既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又能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。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，有一种性格特别让人难以适应，那就是固执和自以为是。这种性格的人往往对自己的看法和决策抱有坚定的信念，
不轻易接受他人的意见或建议。他们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最准确的，因此总是以自己为中心，忽视他人的观点和感受。这样的心态常常让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陷入困境，也让周围的人感到困扰与不满。固执的人往往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有着极高的自信，他们坚持自己的方式，不愿意轻易改变。这种性格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显得缺乏灵活性。即使身边的朋友或同事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，他们也会坚决拒绝，认为自己的做法才是最对的。长此以往，这种固执不仅让他们失去了许多宝贵的合作机会，也使得他们在与他人沟通时逐渐变得孤立。因为没有人愿意与一个总是认为自己对的人共事，尤其是当他们的固执影响到整个团队或集体的利益时，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地爆发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这种固执常常伴随着自以为是的心态。自以为是的人通常不会听取他人的意见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看法才是最正确的。这种自信固然是个人的一种优点，但如果过度膨胀，就会变得狭隘和孤立。他们缺乏对他人感受的敏感和尊重，往往过于注重自己的判断，忽略了其他人可能带来的视角和智慧。这样的心态使得他们在面对复杂决策时无法看到问题的全貌，往往做出偏颇或不合实际的决定，导致局势的恶化。自以为是的人往往对外界的反馈持排斥态度，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或不足，总认为自己已经足够聪明，能够独立应对所有问题。这种心态使得他们在面对失败时很难从中吸取教训，而是倾向于将责任推卸给他人或外部环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不仅失去了成长的机会，也可能因此与他人产生隔阂。因为身边的人往往会对这种不愿听取意见、拒绝改变的态度产生反感，久而久之，人际关系也会变得疏远。在职场中，固执和自以为是的性格尤为致命。职场是一个充满竞争和合作的环境，每个人都需要通过团队合作来完成任务。如果一个人总是固守己见，拒绝他人的建议或协作，不仅会拖慢团队的进度，还可能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士气。尤其是在面对复杂问题时，团队中的每个成员可能都能提供不同的视角和解决方案，而固执的人却往往不愿意接受这些宝贵的意见。他们的行为不但阻碍了集体智慧的发挥，也让团队成员感到沮丧和不满。而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固执和自以为是的人通常缺乏对自己行为后果的深刻认知。即使他们的决策最终导致失败，他们也很难意识到问题的根源，反而会认为是外部环境不利，或者是他人没有完全支持自己。他们总是将失败归咎于他人，而从不反思自己的错误。这种缺乏自我反省的心态，不仅让他们错失了成长和改进的机会，也会让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变得越来越孤立。最终，
他们可能会在无形中与周围的人产生距离，甚至失去曾经宝贵的信任和支持。因此，固执和自以为是的性格虽然可能在短期内让一个人显得坚定和自信，但从长远来看，这种性格却常常成为人际交往中的障碍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合作需要建立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。过于固执和自以为是的人，往往无法意识到这一点，从而导致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。要想在复杂的社交和职场环境中取得成功，除了需要具备一定的智慧和能力，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开放的心态，愿意接受他人的意见和建议，学会在关键时刻做出适当的调整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做到与他人和谐共处，不被固执和自以为是的性格局限所困。在生肖文化中，一些生肖被认为天生具有心机和城府，这些特质让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格外独特。无论是在职场的竞争，还是在社交圈的游戏中，他们总能以不显山不露水的方式，悄无声息地达成自己的目的。与这些生肖的人交往，往往需要额外的警觉与深思熟虑，因为他们懂得利用自己灵活的思维和策略，在关键时刻做出最合适的选择，悄悄地影响他人的决策。属龙的人常常在人际交往中展现出一种外表的温文尔雅，似乎总是非常友善、平易近人，给人一种无害的感觉。他们非常善于展示自己魅力的一面，赢得别人信任和喜爱。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社交场合中，属龙的人往往很容易成为焦点，吸引他人注意。然而，背后却隐藏着他们极为精明的思维和强大的算计能力。属龙的人擅长观察他人，捕捉微妙的情绪变化，了解别人未曾说出的需求和动机，这让他们能够在不露声色的情况下，逐渐拉近与他人的距离。当别人为他们提供帮助时，属龙的人往往会假装感恩，但却很少真正表现出回报的诚意。正是这种以外表掩饰内心的方式，使得属龙的人在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，却也让人时常感到不安。与属龙相似，属蛇的人也是以心机和深藏不露的智慧著称。属蛇的人往往思维深邃，擅长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，外人很难看透他们的内心。与属蛇的人交往时，他们看似温和细腻，但其实内心可能早已制定好了策略，试图在不经意间影响对方的决定。属蛇的人喜欢观察和分析周围的每一个人，仔细琢磨每一位交往对象的弱点和需求，以便在关键时刻做出有利于自己的举动。属蛇的人在人际交往中并不急于展现自己的真实想法，他们通常会先建立一层看似无害的友好关系，等到时机成熟，便会巧妙地操控局势，获取自己想要的结果。与他们交往的人，虽然可能觉得他们是值得信赖的朋友，然而一旦触碰到属蛇人的底线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发动反击，展现出他们那深藏不露的精明与冷酷。而属鼠的人则具有非常灵活的思维和极强的应变能力。
他们能在复杂的社交环境中游刃有余。属鼠的人擅长伪装自己，在不同的情境中展现出不同的个性，以适应不同人的需求。他们可以伪装成非常真诚的朋友，利用这种表面的友好，逐步获取他人的信任。然而，属鼠的人心思深邃，往往通过这一层伪装，默默地操控周围的局面，达成他们的目的。属鼠的人非常擅长从别人身上获取信息，这使得他们能够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利益。他们的心机和算计往往隐藏在友善的表象之下，表面上看似不动声色，实则早已布局好下一步的行动。属鼠的人通常能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，暗中操控局势，让别人不自觉地帮助他们完成目标。属猴的人则常常表现出灵活的思维和机智的反应，他们的聪明才智常让周围的人感到惊艳。然而，这种聪明有时也充满了狡猾和小聪明。属猴的人擅长用巧妙的计谋来解决问题，常常能在复杂的环境中找到最有利的出路。但他们的聪明并不总是基于实际的深度，而是更多依赖于那些看似精妙的小技巧和短期的应变策略。在与属猴的人打交道时，往往会被他们的机智所吸引，觉得与他们相处轻松愉快。然而，往往这背后隐藏着他们的一些小心机。属猴的人善于通过幽默和机智来打破僵局，拉近与他人的关系，但这也常常让别人感到迷惑不已，因为他们的言行往往充满了矛盾性和不可预测性。属猴的人不会轻易显露自己的真实想法，常常通过言辞和行为的巧妙设计，暗地里引导别人按照他们的意图行事。这些生肖中的心机人物，表面上看起来或许都是非常友善、温和的个体，但其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城府和精密的计算。与这些人交往时，我们很难一眼看透他们的真实动机，因为他们非常擅长伪装和掩饰，能够将自己的意图包装成对他人有利的提议或行为。在与他们的交往中，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觉，不能单纯以表面的友好或智慧来判断他们的动机。只有通过细致的观察和分析，才能逐渐识别出这些心机人物，避免自己在无意中陷入他们精心设计的圈套。在生肖文化中，某些生肖的个性特征往往与心机、城府紧密相关，尤其是在他们的社交行为和职场表现中，更是显得尤为突出。这些生肖善于隐匿自己的真实意图，通过巧妙的手段达成自己的目标，通常在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。然而，这也使得他们在交往时给人一种难以琢磨的感觉，似乎每一次交流都充满了潜在的博弈和算计。以下是4个因心机重而为人熟知的生肖，他们的行为特征让人既欣赏又防备。首先是属龙的人，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往往展现出优雅与从容的一面，给人一种非常温和、亲切的印象。属龙的人非常擅长在社交场合中吸引别人注意，
并且总是能够迅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。他们的言谈举止常常让人感觉非常得体，仿佛他们天生就能融入任何社交场合，成为焦点。然而，表面上看似无害的龙，在背后却有着极强的算计能力。他们非常擅长观察他人的需求和弱点，并在不显山不露水的情况下，通过巧妙的对话或行为达成自己的目的。属龙的人通常不会直接向别人提出要求，而是通过一种借力打力的方式，引导他人做出对他们有利的决策。这种能力让他们在职场中游刃有余，能够凭借外表的亲和力获取他人的信任，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而一旦他们得到想要的东西，便会轻松地抽身而去，让人感到被利用，但却不易察觉。其次，属蛇的人也同样因其深藏不露的心机而被人熟知。属蛇的人非常善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，在与他人交往时，他们表现得温和、理性，仿佛是一个可信赖的朋友。但实际上，属蛇的人内心非常警觉，他们总是在观察周围的人和事，寻找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达成自己的目标。属蛇的人非常敏锐，能够察觉到别人可能忽略的细节，并从中找出可利用的点。与属蛇的人交往时，你可能会被他们的温文尔雅所吸引，觉得他们是一个真诚的朋友。然而，属蛇的人往往在不经意间设下局，借助别人对他们的信任，达成自己的利益目标。最具危险性的是，当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时，属蛇的人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各种手段进行反击，他们的心机常常在关键时刻展现出来，精确而隐蔽。属的人则以其灵活应变的能力和深不可测的心机为人所知。属的人通常能够在复杂的社交环境中游刃有余，擅长观察局势，并根据不同的情境调整自己的行为。他们的思维非常机敏，能够抓住他人的需求，并巧妙地利用他人的信任来为自己谋取利益。属的人在人际交往中往往非常善于表现出自己的友好和真诚，但实际上，他们却在悄无声息地操控着局面。通过巧妙的伪装，他们能够获取别人未曾察觉的关键信息，从而为自己的目标铺路。属的人常常是最擅长伪装的社交高手，他们懂得如何根据不同的人和场合调整自己的言辞和行为，以此达成自己的目的。正因为他们的心机往往深藏不露，属的人常常能够在不露声色的情况下悄然占据有利位置。最后，属猴的人以机智和灵活的应变能力著称，但他们的聪明才智往往伴随着狡猾和精巧的计谋。属猴的人天生聪明，反应迅速，在面对复杂的局势时，总能够迅速找到最合适的应对方案。他们常常凭借自己非凡的智力和机敏的反应力，在职场和社交场合中占得先机。然而，属猴的人并不总是把聪明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，更多时候，他们会依靠小聪明来操控局势，通过各种技巧和策略取得自己的利益。
属猴的人往往非常善于察言观色，根据周围人的情绪和反应来决定自己下一步的行动。他们能够非常精确地判断什么时候出手，什么时候收回，进而让自己站在有利的位置。与属猴的人打交道，常常让人感到有些不安，因为他们的智慧背后藏着更多的算计和目的。表面上的友善和幽默，往往掩盖了他们内心的复杂和深沉。这些生肖中具有心机的个体，表面上看似温和、亲切，甚至是非常值得信赖的朋友，但他们的真实意图往往深藏在细腻的外表之下。与这些人交往时，需要特别小心，以免被他们巧妙的心机所迷惑。无论是属龙的精心设计，属蛇的深藏不露，属鼠的灵活应变，还是属猴的机智巧妙，他们在面对复杂的人际网络时，常常能够游刃有余，最终达成自己的目的。与这些人交往时，我们不能仅凭表面的印象来判断他们的动机，必须通过细致的观察和分析，保持警觉，才能避免在无意中陷入他们设下的陷阱。在我们日常的社交和职场生活中，心机和策略是不可忽视的因素。有些人凭借其天生的观察力和应变能力，能够轻松地操控局势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虽然这些人往往表现得非常友好、温和，但他们心中深藏的算盘和布局往往让人防不胜防。正如我们在分析属龙、属蛇、属鼠、属猴等生肖的心机特点时所见，这些人能够通过巧妙的伪装和精心的设计，在不显山不露水的情况下获得自己想要的利益。他们的策略不仅仅体现在表面的交往技巧上，更深藏着一套复杂的心理游戏，让别人难以捉摸。面对这样的人，我们要保持一定的警惕。虽然我们无法改变他们的天性和行为模式，但我们可以通过提高自己的情商，加强对人际交往的理解，来减少被他们影响的机会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学会分辨真正的朋友与潜在的利用者，不能因为表面上的友善和合作而失去判断力。与这些心机人物交往时，始终保持清晰的思维和冷静的态度，是我们避免被操控和利用的关键。同时，我们也要反思自己在与他人交往时的行为和心态。在复杂的社会中，过于直率或单纯的性格也有可能成为被心机人物利用的漏洞。因此，保持一定的谨慎和深度思考，适时地保护自己，也是维护良好人际关系和避免陷入困境的有效方式。社交和职场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不仅要具备真诚，还要拥有辨别和应对心机的能力。最终，无论是交往的策略，还是自我防备的能力，都是我们在这个充满变数的社会中不断成长，变得更加成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。
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